好，大家好，我是理念同行。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贵阳的花溪，就是后面，然后我们来参观夜郎谷，然后去感受一下一位叫宋培伦老先生花20年打造的一个夜郎王国，然后石头王国，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幻独特的一个秘境。走。首先进入视觉的是一座座石柱，由一块一块的石头由下至上而砌成，在每一座石头上面都有不同的这种图案。那我们现在到里面去，细细的带大家看一下这些奇妙的建筑和工艺是多么的精湛，多么的神奇和魔幻。首先从这个大门往里面走，这都是由大石头砌成的台阶。你看这一层一层的这个石块，这就是夜郎谷的创作者宋培伦先生，耗费半生积蓄20年，铸造一座300亩的石头王国，只想为浮躁的现代社会保留一件文化与自然融合的艺术品。20年，一个人用心铸造一生的王国梦想。你看，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雕刻出来的这种奇形怪状的人物像。难道这就是老先生心中的夜郎文化？这里面居然有这么的头像，石头雕刻的人物头像。你看，我看见了《西游记》里面的悟空，你们还有看见什么样是你们熟悉的吗？太多了，我好像还看见了杨戬。你看这些，这些表情奇形怪状的，有你们熟悉的吗？有你们认识的人物吗？我看一下，它是由什么而做成的？哇，好像是由这个一个陶瓷的土陶的凝聚而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摆放了很多这种石头雕刻的人物头像。石头人物头像的表情有喜怒哀乐，展现不同的这种面部表情，看见没有？也就形成人生百态，什么样的心情都取决于你自己。好，这上面还有不同，你们可以认真看一下每一个头像上面的这种表情，它所展现给人的一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你看到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这不是《西游记》里面的二师兄吗？二师兄也在这里，那我想沙师弟应该也在旁边，我们去找一下。哦，这不就是沙师弟吗？大师兄刚才已经在前面看见了，那会不会看见师傅唐僧在哪里呢？我们再找一下，找一下看一下有没有看见师傅唐僧。唐僧没有找到嘞，我们再继续往前转一下。哇，这些奇形怪状的人物头像，好魔幻的一个雕刻啊！
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大师兄了，大师兄原来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再找一下师傅在哪里？师傅在哪里啊？师傅应该是在这里，这个应该是师傅吧？你看，师傅都长头发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你们知道叫什么吗？我们这里叫苞谷，你们那里是不是叫玉米？你看这全部都长满了这个玉米挂在上面，就代表着丰收的季节非常的丰盛。还有这个南瓜，这个南瓜煮着吃可好吃了，你们有没有吃过的？有没有吃过的？吃过的可以告诉我一下是什么口感。你看，那我们现在往里面走。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贵州的特别有名的辣椒，你看，贵州的辣椒，贵州的辣椒你们有尝过吗？可能你们就知道芥末，但是没有尝过辣椒。这个是所有的下饭菜嘞，非常的香，这也是贵州的一个特产，非常有名，甚至卖到了全球。你们看一下哈，这上面这个就是稻谷的那个杆子做成的一个遮阳棚吧，然后这上面呢挂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个玉米，玉米把它，你看玉米还有点玉米粒，把玉米粒摘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的这个杆了，也可以做成一个装饰和工艺品，非常的漂亮。你看这一排都是这种玉米杆来做的。现在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像城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走上去看一下，这些全部都是用大石头一块一块的砌成的台阶。你看这个城堡，这个城堡这种石头叫青石，都是自然形成的，然后再通过工人的这个锤子修一下，然后一块块的叠加在一起，就成了这么一座城堡。然后这边还有，也是由这种一块一块的青石叠加组成的一个石头建筑。你看像什么？上面这个眼睛呢，这个就是当地土陶的这个泡酸菜、土坛用的。你看，想不到用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件工艺品的一个展示。你看这个石头的一层一层的叠加起来，所以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艺术石头。我发现了一个，就是所有的这种石头堆建起来的一个石头人物像，都是由这个土坛陶艺跟这个一层一层的青石叠加展现出来的。但是呢，它组成了不同的这种造型，所以说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这种想象。你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这个雕塑像什么？像不像外星人？我觉得有点像外星人呢，真的。你们看像什么？然后我们往这边走，这边也还有一个，这个从远处看，感觉两只眼睛是凸出来的，然后长了3颗牙齿。这3个牙齿呢是由那个砖块把它切出来的。你看，像不像青蛙？然后青蛙头上戴着一个弧形的一个皇冠，对不对？青蛙王国是不是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面去看一下。这下面有一条河流，哇，这一块石头砌成的这个雕像就非常的高了，大概我摸测了一下，应该有10来米高吧。
你看，这个是我们从侧面看到的这个景象。头上有一点绿色的植物，就像人的头发一样，还特别的茂盛。从侧面看它的五官，鼻梁、眼睛、嘴巴，再到下面身体，屹立，站得很挺直。我们从这个拱门过去看一下，第一看到的就是这个丰收的展台。这丰收的展台上面，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所看到的这个贵州的特产，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晒干以后，如果制成辣椒面，就方便携带，然后也是贵州必不可少的佐料。餐桌上的文化，你看，南瓜，看这南瓜熟了，声音梆梆脆。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玉米杆，把玉米粒剥掉以后，玉米杆做成了一个项链。你看，这展现的都是一个很丰收的季节。你看这一排，象征着生活的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你们看，挂在这上面一排排的这个五谷杂粮、玉米、高粱、辣椒，什么都有，说明生活非常的多姿多彩，很丰富。我们现在随着这个石头的一个台阶往下走，走下去有一条河，河的两边都是由石头砌成的这种夜郎王国里面的这种石头雕像，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奇幻的一个王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这下面呢有一个小商铺，然后都是由石头这种砌成的。这种王国里面大部分的建筑都是由石头一砖一块一石慢慢的由下至上而砌成的。哇，今天好像应该有活动，你看这么多人，我们去看一下今天节目。你看这么多人在那里观看，这么多人来看节目表演。冰淇淋耶，活人啊留下来，传奇哟。老树园里的毛东一口，活着今晚有现在有。好，刚刚我们从那边一个表演台过来了，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夜郎王国的一个奇幻秘境。因为那边的话，可能是一些当地的民族演绎，所以说今天刚好是周末，也有来的人比较多。那我今天带大家还是来看一下这个王国的奇幻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老先生花20年的时间打造这样的一个王国，是想带给你们和世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景象，还有一个心境呢？我们去看一下。好，大家来通过镜头看一下这个夜郎谷石头王国的这些由一块一块的石头砌成的人物雕像。那我们来看一下对面哈，对面我觉得中间、下面站了2排，这个面部表情都很一样的，你们看。然后上面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是国王吗？你觉得他是国王吗？你看一下。但是从他的这个五官跟下面的这些站在前排的雕像不太一样。
那可能真的是国王，下面的可能是侍卫，守护着国王和保护着后面的这份长城。然后站在国王身后的上面这一排建筑，我可以觉得想象可能是他们的家园，然后前面站着国王带着士兵守卫保护家园。你们觉得是不是这么一个？你们可以翻译一下，你们感受到的看待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我理解的应该是国王带着一群士兵守卫家园，保护自己的国土。你看一下上面，因为那里有一个城堡，那里有城堡，看到没有？那里有围墙，就代表一个国家的外围不被侵犯。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镜头右手边这一排的这种雕像，跟左手边的雕像的面部表情不一样。难道这边是两个国家的人在对视吗？都是在各自守卫着自己的领土，他们好像是不是在谈判？中间隔着一条河，就是谁也不要侵犯彼此的领域。你们看一下，好像种族不一样，因为我通过五官观察到他们的这个面部五官跟这边的五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到对面去看一下这一边的家园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都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各自的家园去守卫各自的家人和国土。好，你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条河流的这个溪水，特别的清澈，像一块蓝宝石，绿的清澈，非常的漂亮。这是一座桥，然后两边就是刚才站着两个国家的这个国王带着士兵，中间相隔一条河流，就是不能彼此越界。那我们现在到另外一边去看一下，就是刚刚不一样的种族人群，一个雕像是什么样的？走，出发。然后这边看见没有？我们刚刚是从这边来的，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左边的这个国王的士兵，然后现在我们带你去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国王，然后他们即将守护的一个家园是什么样的？要从这个上面这座桥过去，你看这个水，所以说贵州就金山银山。这个青山绿水，看见没有？青山绿水，有句话叫做“高山流水遇知音”。我们看一下会不会遇到朋友在这里。看没有？这里的所有的这种建筑，还有都是由这种石头砌成的。好，大家看见没有？我们就是刚刚在对面，从这里走过来的。来到这里之后，我们看见对面的这个石头砌的这种石头雕像，好像跟我们在旁边对面看到的确实是不一样哈。你们有没有仔细看到？你发现没有？你看这边的人物的五官跟刚才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他们上面有两个犄角。这两个犄角应该是由木头横穿装饰的，还有他的面部表情也不一样。你们看一下，而且这边对面的话，这个石头雕像可能真的是跟刚才这边是两个国家、不同种族、不同群体。因为他们的长相和五官都不一样，还有体型也不一样，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没有发现，可以倒回去再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是不是？那这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呢？有没有知道的？好，我们继续走。你看，这个就是刚刚看见那条河流往下流的。哇，那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中间的位置。你看啊，对面的这个石头雕像，他们的国王呢跟也不一样。中间这里，看见没有？他们的国王的雕像不一样，是比较偏胖一点，然后好像对面的士兵都比较壮一点的。你看他们的士兵是不是生活的要好一点，吃的好一点，所以说长得都比较壮。你看，哇塞，看样子我觉得对面的这个国家要强悍一点。你看，这里的每一座这种夜郎雕像，都是由这种一层一层的石块，看见没有？这是自然的，不是人工开采的，就自然从大自然捡来堆砌成的，都是利用生活中的一些物品构造而出的。你看，就是那个红砖、犄角，这个是鼻梁、眼睛、嘴巴，是不是？你们想象一下，花20年的时间打造这么一个夜郎王国，这体现的除了是一个意志，还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文化境界。另外就是想给后人展现现在当下浮躁的一个社会，怎么去回归到自然，去感受大自然的唯美，去让自己沉下来。就像这一座座石雕像一样的屹立不倒，坚定不移，那么直立安静的在这里守护着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顺着河往上游走，走到就是刚才又走到了我们刚才看见的那里表演。这里是当地的一个民族表演，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观看，了解民族风情。好，今天我们参观的夜郎古洞、夜郎国、石头王国已经走完了。如果你还有哪里没有看够，请告诉我，我带你下次继续接着看。好，再见。